第一个学期成绩至关重要。如果你的成绩很高的话，你会直接被录取。当时学校是自动给我告诉我说我有奖学金可以拿，给一个机会让我们告诉这个学校我们是一个优秀的人。对，就是这个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Nick。如果从本地高中申请 SFU 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12年级的成绩，也是他们最看重的。然后大学12年的成绩分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大概11月份和12月初的时候，会是第一批申请的开始日期，所以他们只能看到第一个学期的成绩。这个成绩时候，如果你的成绩很高的话，你会直接被录取。直接录取之后呢，第二学期和最终12年级的成绩，他最后只是会看一眼，然后如果不是太差的话，你的 offer 就不会被取消。所以第一个学期成绩至关重要。如果第一个学期成绩你觉得不够好的话，你还有第二学期，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可以再次申请。这次的话，就是你的其实竞争就会更大了，因为大多数人是这个时间申请的。对，这就是我的一个建议。然后我大学报的时候是需要5门课的成绩。我报的是理科，所以有物理、化学、数学和英文，还有一科是第二语言的成绩。我用的是中文，因为中文在这边考的话很容易。而且很容易拿到98%到100分都有可能，所以是一个给你们拉分的很好的一个课程。对，所以我最终的分数是87分平均分，所以就是当时第一批是被录取了。我是从 college 直接转进 SFU 的，然后大温地区其实有很多 college 都是可以转入 SFU 或者 UBC 的，然后比如 Alexander College、Coquitlam College， 还有 Douglas 以及 FIC 都可以。然后我当时是以 GPA 3.6进入的 SFU 的专业，然后当时的话是成绩最好是保持在建议学生成绩是保持在3.0以上申请会比较好，然后现在可能会更高，比如说要求达到要3.5以上会更好一些。然后作为国际留学生，英语成绩是非常重要的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在 college 先读一段时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果你对英语不是特别自信，你可以先在 college 先上一段时间的英语，然后适应一下这个环境，然后读大学课程会更方便一点，更简单一些。如果你在college 完成了 ESL 所有的课程的话，你是可以直接用这个英语成绩去申请大学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对，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只申请了2所温哥华本地的学校，就是 SFU 和 UBC。当时呢，第一学期的时候，因为我少了一个社会学11年级的成绩，因为我当时在 online 去选的那节课，所以成绩没有出来，所以我 UBC 它就需要我那门成绩，我就没有报上。然后 SFU 第一个学期11月份的时候就给我 offer 了，所以我就接了 SFU 的工程专业的 offer， 所以我就去了 SFU。然后最后大概6月份的时候 UBC 才给我了一个 offer， 然后是arts 是文科的专业，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然后我就还是最后选择了 SFU。 我当时就只申请了一个，就坚定不移的走向了 SFU， 然后是直接申请的 communication 专业，因为我对这个专业一直比较有追求。当时申请 SFU 的时候申请了两个专业，我
我第一志愿是理科，是 Applied Science，第二志愿是文科，是 Arts，当时不需要我们直接选专业，到大学2年级的时候，你可以跟学校说现在我决定好了，我现在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喜欢的专业是什么，然后就告诉他就可以了。我是直接申请的 Arts， 因为我理科不是特别好，所以然后我文科相对来说比较占优势吧，然后我就直接申请的 Arts。因为我是中间 transfer 转过来的，然后我是直接被 SFU Communication 录取。当时大学申请的时候在线，我们会填一个申请表，然后申请表里边会有我记得是有3封essay 的那种形式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大概是需要500字的回答，需要写3篇 essay， 相当于是3篇，是吗？对，可能是这边高中需要吧。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第一篇应该是主要是介绍你自己，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兴趣爱好还有其实就是给一个机会让我们告诉这个学校我们是一个优秀的人，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也会问你，这个题目上问你，你觉得你有什么缺点？你最好就是能把这些缺点最后变成你的优点，一种可以进步的方式。对，一种进步的方式。其他2篇的内容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可能是我记得是他给你一个特定的一个问题，然后让你作答。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想了解你这个人。2呢，他也要知道你有基本的写作的水平。所以说，我觉得这3封 essay 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的，至少你的语法不能有错误。你写完了之后，要给你的 tutor 或给你写作好的人去帮你peer review， 去帮你看一下，然后去修改一下，就确保没有语法错误。对，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毕业是需要80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或工作的一个经验吧。然后大学也其实很看重这一点，如果你做的更多的话，你做的种类更多的话，他会优先录取你，他觉得你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责任感的人，对，有帮助的人，对，很积极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当时在麦当劳打工，有一份工作，然后还做了很多义工，像这种3run 的那个 volunteer 就是还有很多就其他的义工，就很多，每次大概都是那种 event 1天到2天的这种。对，我也做过类似的那个 volunteer 的活动，是什么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然后他最后给你一个证书，告诉你你对我们帮助非常大，非常感谢你之类的话。对的。然后这些呢，可以用在你到时候申请大学的时候，他会让你写一篇 essay， 然后去介绍你自己，你可以把这些经历都写上去，这样的话对你申请的成功率会有所帮助，会加分很多。加分，对。是这样的，当时我进 SFU 的成绩，因为还算是比较高的，然后是3.6进来的，所以当时学校是自动给我告诉我说我有奖学金可以拿，然后但是呢，这个奖学金是有要求的，只说我在入学之前，然后报4门课，我就可以先拿到头一部分是2250块，剩下的一部分呢，需要我在后面的学期中一直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成绩，我才可以拿到剩下的部分，所以这是一个要求。然后奖学金总体来说，在 SFU 应该是，你的成绩只要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分数上，学校就会发一个信通知你说你这个时候可以申请奖学金了，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对，我是没有申请过奖学金，但我周围的有很多朋友有去申请过。其实这边的奖学金还挺多的种类，就是有些大家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就是比方说，我就知道这边会有给原住民的一个奖学金，
这个咱们是申请不了了，但是还有很多去给其他的族裔的一些奖学金，然后有些其实申请的门槛还是挺低的，对，就是成功率还是挺高的。我觉得，以我的经历来说，因为我是高一的时候来的，然后英语是我的最大的难关，对，所以说一开始我刚到温哥华的时候是需要在教育局做一个语言的评估，因为这边的高中每个学校都有一个 program， 就是叫 ESL， 英语是第二语言的这么一个 program， 然后我们根据教育局的那个份评估，看我是否需要上这个语言，这个 program， 然后看是这个 program 一般有三个等级，看你是在第几个等级，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还是要把英语弄好，学好，然后尽快的，就是从这个 program 跳出来，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就是上正常的高中的课程。然后这样的话也不会拖你去申请大学的时间，是这样。我的经验就是，因为针对于高中在国内读然后毕业直接出来的学生，我觉得在高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写作方面的。因为它是写作，整体来讲它是积累型的一个事情，所以对一个技能，所以而且进入大学之后，如果大家对文科特别感兴趣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的写作的那个模板或者方式。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学校的counselor 去寻求帮助。因为比方说我们有申请上的一些问题他都会帮我们解答。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好的途径呢，就是说你如果身边认识已经上了成功申请 SFU 的学长学姐他们的经验其实是第一手的，而且是最新的、最直接的，会告诉你一些你想要的干货吧。然后你可以找到他们，然后就是虚心的去问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直接大家可以直接在 SFU 官网搜索栏直接搜索任何你想要的信息。学校的网页其实还是信息非常全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观看。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给你们最专业的答复。然后我们还会分享一些相关的链接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要记得点赞以及关注我们的频道哦，谢谢大家。